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被央媒怒批没文化、不识字、德不配位，这些文盲明星凭什么走红？央媒采取行动整顿娱乐圈，对艺人进行严厉批评，指责其文化程度低下、缺乏素养以及道德败坏。许多艺人因此受到广泛谴责。在镜头前，他们光彩夺目，拍摄一部电视剧就能轻而易举地赚取上千万的片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连写最基本的字都不会。这些明星中有哪些是被称为文盲的？他们靠什么原因而红起来的？首先，流量小生王一博成为了被扒的焦点，而正是因为他，才有了绝望的文盲这个词的出现。王一博在2023年初电影《无名》的发布会上受到媒体的询问，他被问及如何解读自己在电影中扮演的叶先生的角色形象。对于演员来说，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只要他们认真理解剧本，并全心投入其中，必定会有所领悟。然而，王一博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他静默了相当长时间，最后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媒体对这番话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这是发布会，他们怎么能在询问有关影片的问题时无法得到答案呢？然而，媒体并未善罢甘休，他们换了一个问题来向他提问：如果回到当时的年代，你想对所饰演角色说些什么呢？等待的时间又一次来临。然而，众人迎来的不是那些滔滔不绝的回复，而是令他们感到啼笑皆非的搪塞借口。王一博认为这个问题缺乏意义，因为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导演听着这一连串的回答，完全不知所措，只好紧急出面解释。此刻他可能后悔自己为何要选择这个文盲明星。这次表现激起了许多网友的兴趣。他们翻阅了几年前的资料，才意识到原来他曾经有如此多的讽刺时刻。在《陈情令》发布会的火热前几年，主办方邀请了所有演员写下到此一游的4个字。这项任务本应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过场，非常轻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却让王一博陷入了困境。他们早已准备好，等待着他的到来。然而，在翻开题板后，众人震惊地发现，这位仁兄居然错误地书写了游字，实在是非常尴尬。而且似乎这个游戏一直在与王一博作对。有人注意到，在之前的一次直播中，同样要求他写下这个字。王一博在面对相同的情境时，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对自己的字母充满信心。网友直呼，当王一博写同剧其他主创的名字时，连字都不会写，只是随意的用几串拼音写下。对此，他们形容他简直是9年义务教育中被遗漏的一个人。网友质疑王一博在《天天向上》当常驻嘉宾时，他写作水平简直不如小学生。此外，还有其他事情值得注意。王一博在众人公开写给汪涵的信中的表达显得非常幼稚。他不仅不擅长运用同音字和语义不通的句子，更让人感觉他对于字体的书写并不认真。这个人长着一副华美的外表，却缺乏真正的内在修养。刘浩存是在文盲界中与王一博齐名的唯一人物。大多数人一谈起刘浩存，脑海中勾起的可能是他那次颇为费解的采访，他在其中展现了一种近乎纯粹愚蠢的状态。资源方面，对于被张艺谋看中的谋女郎刘浩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丰富无疑。他的首次亮相就与流量小生易烊千玺以及实力派演员张译合作了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和《悬崖之上》。他在演戏方面的天赋是可以承认的，然而刘浩存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过于自负。当面对记者询问对于演员的定义，他显得有些犹豫，
试图通过他那清澈纯真的双眼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当被问及专业问题时，表现得像个哑巴一样；在对其他明星进行评价时，完全变身为评委，居然还选上了。当评价前辈演员周冬雨和章子怡时，作为一名新人，我不仅直接使用其大名，还毫不羞涩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演技的观影感受。我非常喜欢周冬雨的表演，而章子怡的演技则令人深感动容。但这些评价仅仅只是他们的一部分，还有更加无理的评论存在。邀请评价合作伙伴易烊千玺和张译老师时，他形容这些实力派担当都是刻苦钻研型的演员。倪妮对待自己的导演张艺谋同样毫不吝啬，他巧妙地用匠心来形容张艺谋导演的风格。而刘浩存却简单地用了单纯这个词，可以轻松地从两位谋女郎的描述中看出哪一位是文盲。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莫过于，当主持人问及刘浩存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位天生的演员时，刘浩存满脸得意洋洋的表情，摇着头一脸无辜的回答：“为什么不能算呢？”这一幕实在是一段无限回放的黑暗历史，彻底激起了观众们的愤怒。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演艺界还容得下这样的人物？不仅名利双收，他谦逊低调的初衷被刘浩存的话所违背。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没有扎实的表演技巧，并且对演员职业背后真正的内涵一无所知，那只靠脸蛋就想成为广为人知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幻想。作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人物，他所传递的是错误的价值观。对于来自观众的批评，他毫不在意，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改的迹象。这样做并没有起到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不懂得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自以为是却毫无察觉。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这种态度将是致命的打击。他们又怎么能够不断地向观众传递积极能量呢？靳东作为老戏骨，若说新生代演员中仍有很多人需要继续磨练并保持低调，那么他可以说是值得进一步提升的。进入靳东的账号，立刻被浓郁的文艺气息所包围，一眼望去，仿佛置身于老艺术家的殿堂。他以繁体字书写着精彩纷呈的故事，并不时以自己的读后感分享所阅读的书籍。然而，网友并未认同这种显眼的效果，反而揭穿了他假装懂文艺的真面目。他的动态中被网友们直接揪出了许多错误，例如将茅盾文学奖误写为茅盾文学奖，或将诗句寒窗月影新误写为寒窗月新影。靳东似乎与这些错误博学相遇了，他直接创造了自己的名言，并被冠以梵高的称号。这些错误无处不在，网友们甚至将他称为当代的梵高。靳东在市场上分享了他阅读的一些书籍，其中包括一些获得诺贝尔数学奖的内容。然而，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他们普遍认为诺贝尔奖没有数学类别。如果诺贝尔奖仍然存在，想象一下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奖项，而且这个奖项还是自己最不喜欢的数学奖，这简直让人无法接受啊！在许多明星中，靳东以其广博的知识渊博而闻名。一次活动上，李健向靳东请教，并索要了他所推荐的几本自己亲身阅读过的书籍。靳东只能无言以对，心中百感交集，最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话语。于是搪塞着自己看过太多而难以选择，试图结束这个话题。李健并未阻止他随意选择2本书，只要不是禁书即可。靳东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的匆忙说道：“我读的全都是禁书。”这种举动不就是自食其果吗？从那时起，黑料源源不断，毫无地理知识的基础，却轻率地发表了要骑行10000公里的荒谬言论。这样的论断是为了大众而言再明显不过的，对于那个自称文武双全的大学霸来说更是如此。
经过事实的验证，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知识的。作为一位广受关注的人物，无需刻意追求卓越的学历，但具备基本的文学修养和明星所应具备的品质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知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谦卑学习和专注修炼的心态。假若演艺界容许存在这样的文盲，那么我国文艺事业如何能够繁荣兴盛呢？正如央视点评所言，不论在台上获得多少荣誉，我们都应该在台下拒绝浮躁，并对自己进行审视。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